我想秦刚其实是想扭转这个拜登国安团队，特别是杜隆松所代表的这种观点。秦刚呢是在这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会上受邀做在线演讲。那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呢是美国商界、学界和政界的一个跨两党的拥抱熊猫派的阵营。那秦刚的讲话主要是驳斥所谓美国对中国的所谓误判。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杜鲁松观点实际上是反映了目前白宫国安团队的对中共的最新看法。那么秦刚实际上是不点名的在批判杜鲁松的观点，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高层的政策团队除了杜鲁松，就是我指的是拜登当局。拜登当局的政策团队里，除了杜隆松，没有其他人发表比较系统对中共战略的说法。那么秦刚是这么讲的，他说美国现在有3种认识。第一种，美国有人认为说中共在赌美国输，中国发展的目标是要挑战和取代美国。第二种认识是，美国有人以为美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可以像战胜苏联一样赢得对华新冷战。那么第三种，美国有人认为中美合作越来越窄，这个竞争对抗已经占据主导。那么今天我们在一开始已经介绍了杜鲁松的书和他的观点。那么很显然，秦刚批判的这3种所谓的美国有人认为这样那样，这3种认识都体现在杜鲁松的书里头。那而且也只有杜鲁松以白宫团队现任中国政策主持人的这个身份明确讲出来。然后呢，秦刚在他的讲话里头针锋相对的不点名的说，其实持有这3种认识的美国人就是拜登政府，当然也包括主张对华强硬、遏阻中国的国会议员。那么秦刚认为说，这3种认识基本上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精英的对华决策思维和策略。然后他才开始对这3种认识的反驳，认为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严重误判，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严重无知，是对中美关系前景的严重误导。那么他怎么批判呢？我做了一些分析。第一，他没有否定中国在赌美国输，也没有否定中国发展的目标是要挑战和取代美国，实际上就承认了这一点了。第二，他也没有否认中美合作面越来越窄，竞争对抗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状，所以也是默认。那么第三，他重点是强调说，中共在中美冷战中不会让步，不会输，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中国不是苏联，苏联输在自身，苏共封闭僵化、腐败蜕变，脱离人民，沉溺于军备竞赛，热衷于对外侵略扩张，导致国家发展停滞，民生凋敝，民怨载道，美苏彼此隔绝，关系剑拔弩张，2大阵营水火不容。苏联解体以后，14万人齐卸甲，近5亿人是男儿，苏联的命运就是国霸必衰的前车之鉴。那么这番说法有道理没道理？我来概括一下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史，就可以说明中共基本上是苏联2.0版，然后呢又和苏联彻底翻脸。所以如果从中共是苏联2.0版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秦刚是在罔顾历史，否认中共的起家过程。但如果从中共和苏联彻底翻脸这个角度来看呢，苏联的原子弹差一点扔到北京了，那确实中共不是苏联，而是苏联的大敌。那再如果从中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看呢，中共还是苏联，因为2个国家都是坚持奉行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的那个共产大国。下面我稍微解释一下。首先呢，中国当然不是苏联，因为本来就是2个国家，当年还和苏联进入过中苏冷战，相互用核武器瞄准对方，苏联一度在中苏边境驻兵100万。但是秦刚忘了讲了，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共这个盘踞山区的反叛势力是靠苏联扶持援助才活下来的，然后又是靠苏联的军事援助夺取政权的，所以中共是苏共豢养栽培出来的。其次呢，秦刚忘了讲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完全彻底的仿效苏联的共产制度，中美之间的蜜月好到比结婚还好。当时有一句中共的流行口号叫做"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对苏联还有一个亲密的称呼叫"苏联老大哥"，这个话有点像黑道的用语。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说中国就是苏联，或者是第二个苏联也没有错啊。那么再次，中共为了夺取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地位，反叛苏联，双方互相为敌，在苏联准备动手灭掉这个中共的关键时刻，美国出手相助，然后中共一下就投入了美国的怀抱，钻到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因此呢，说中共不是苏联也没错，因为苏联呢是不会投靠美国的。当然了，秦刚不是什么历史学家，当然讲话不会尊重历史，但是一个不懂得尊重本国历史的外交官，本身没有办法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至于秦刚讲了很多苏联的毛病，可是他忘了，世界上很多国家今天都在看着中共，关注的就是他批评苏联的这些毛病。比方讲到腐败蜕变，那中共比苏共严重100倍、1000倍，这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只要看看瑞士银行里中共高官藏匿的财产就清楚了，那些财产的所有人都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数额都是几千上万亿美金的。那么讲到沉溺于军备竞赛，不就是今天中共正在宣传他做得很成功的事儿吗？那讲到民怨载道，那今天中共每天维稳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民怨载道几十年了吗？那讲到和美国关系剑拔弩张，那中共点燃中美冷战以来，不就一直和美国在台海和南海剑拔弩张吗？所以苏联当年的许多致命毛病，今天中共全有。还要讲一点就是，当年中共能够对自己的苏联老大哥拔刀相向，那当时投入美国的怀抱也不过就是为了活下去的权宜之计，所以他今天再度对美国拔刀相向，也有什么奇怪呢？不过是中共狼性不改罢。